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大桥俊夫先生所著的《通过淋巴呼吸治愈身体不适》这本书。如今市面上充斥着各种与淋巴相关的健康方法，比如淋巴按摩、淋巴伸展等。我们都知道淋巴很重要，但究竟该实践哪一种方法，却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其实要促进淋巴流动，并不需要花费金钱去做按摩，也不需要进行繁琐的伸展运动，只需在家里免费简单的实践一个方法，就能显著改善体内淋巴的流动。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淋巴按摩其实是无效的，只需这样做，淋巴就会流动。第二，肥胖、便秘、浮肿等，这可能都是淋巴的问题。当淋巴流动顺畅时，免疫力会得到增强。不仅如此，水肿会消失，身体状况会得到改善，皮肤也会变得光滑。促进淋巴流动有很多好处，所以请务必看到最后。首先是第一部分，淋巴按摩其实是无效的，只需这样做，淋巴就会流动。医学术语中有许多带有淋巴字样的词汇，如淋巴液、淋巴管、淋巴球、淋巴结等，但通常我们说的淋巴流动指的是淋巴液。淋巴液与血液类似，是在全身流动的体液。淋巴液的通道称为淋巴管，遍布全身，如同网状。淋巴液中还有名为淋巴球的免疫细胞，这些细胞随着淋巴液的流动在体内巡逻，类似于警车。此外，淋巴管的某些部位存在豆粒大小的淋巴结，淋巴结是淋巴球的待命场所。我们的身体内有600多个淋巴结，若淋巴流动受阻，全身就会出现水肿。许多人可能都经历过傍晚时分脚部肿胀的情况，因此为了预防和改善水肿，促进淋巴液的流动至关重要。此外，为了确保淋巴球能够顺利巡回全身并保持免疫力，淋巴的流动同样重要。成年人身体中大约还有2升淋巴液，与血液以极快的速度在全身循环不同，淋巴的流动非常缓慢，通常需要大约半天到1天的时间才能在全身循环1周。所谓的淋巴按摩的目的是为了加速这种缓慢的淋巴流动。可能有些人为了缓解日常的疲劳，曾接受过淋巴按摩。然而，这种淋巴按摩真的有效吗？为了验证淋巴按摩的效果，作者和他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们招募了作者任教大学的学生和当地的老人志愿者，并将他们分为3组，每组分别接受不同部位的淋巴按摩。按摩的种类包括面部按摩、手部按摩和足部按摩。志愿者们以仰卧的姿势接受持有资格的淋巴水肿疗法师进行5分钟的按摩，按摩前和按摩后30分钟，他们都被采集血样，并对其成分浓度进行了分析。实验结果显示，在3组志愿者中，按摩后的血液成分浓度都比按摩前降低了。这表明淋巴按摩使血液稀释了。虽然血液看似是液体，但实际上几乎一半由血球、血小板等有形成分组成，而血液中的纯液体部分被称为血浆。血浆中也溶解了大量的蛋白质，如白蛋白。在这项实验中，3种按摩方法都导致了血液中多种成分浓度的下降。这种现象为何会发生呢？事实上，淋巴液最终会流入静脉，从而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由于淋巴液中不含红血球和血小板，仅含极少量的白血球，远低于血液中的浓度，因此，当淋巴液活跃流动并进入血液时，血浆成分会增加，从而暂时降低了血液中的成分浓度。这意味着，在这个实验中，无论是哪种按摩，都可能促进了淋巴的流动。然而，这里仍然存在一个疑问，正如傍晚脚部的水肿所示，脚部含有大量的淋巴液，因此按摩脚部预计会促进全身的淋巴流动。然而，在这个实验中，仅进行面部或手部按摩时，淋巴流动同样得到改善，血液也变稀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于是作者想到一个假设：
在实验中，3组参与者都在仰卧的状态下进行了按摩。作者于是猜测，或许无论是否进行按摩，仅仅是仰卧就能促进淋巴的流动。于是，作者设置了第4组实验，即不进行按摩，仅仅躺着休息的一组。他们同样对这组人在实验前后采集血氧，比较血液浓度，结果非常令人惊讶。仅仅躺着休息的人，其血液浓度与进行面部、手部或足部按摩的人相似，甚至还更低。通常人们认为，促进淋巴流动需要进行淋巴按摩。然而，这项实验表明，为了促进淋巴流动，淋巴按摩并非必须，仅仅仰卧躺着就能使淋巴流动。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一实验结果，作者又设置了2组参与者，一组仅坐着不进行按摩，另一组坐着并接受按摩。实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否进行按摩，坐着的2组参与者的血液浓度都没有降低。通过以上结果，证明了仅仅仰卧就能促进淋巴的流动。那么，为什么仅仅仰卧就能让淋巴液流动呢？其实，这背后有着科学的原因。我们体内流动的淋巴液中，大约80%集中在脚和腹部。这大量的淋巴液储存在腹部的一个叫做乳糜池的淋巴液储存区。乳糜池位于胸部和腹部之间的横膈膜下方，靠近肚脐的上方。乳糜池与通向胸部的淋巴管道相连，使淋巴液沿着这个通道向上流动。这个方法就是腹式呼吸。乳糜池是腹部的一个带状储存池，如果对其施加压力，淋巴液就会更迅速地流向胸腔。不过，用手持续按压腹部是很困难的，因此可以通过腹式呼吸来代替手动施压。腹式呼吸，顾名思义，就是深深的吸气，使腹部膨胀的呼吸方式。通过深深吸气，气体进入肺部深处，横膈膜被向下推压，腹部膨胀。同时，位于横膈膜下方的乳糜池也受到压迫，下半身积聚的淋巴液就会快速流动。作者将这种仰卧并进行腹式呼吸的方法称为淋巴呼吸。在前述实验中，通过比较淋巴呼吸前后的血液浓度，发现这种呼吸方式比脚部按摩更能有效促进淋巴流动。作者对仰卧并进行腹式呼吸的淋巴呼吸进行了改进，发明了更有效的淋巴流动方法。具体步骤如下：仰卧，使用低枕头或不用枕头，将双手叠放在肚脐上方，慢慢从鼻子深深吸气，同时使腹部膨胀。在吸气后，慢慢从嘴巴呼气，同时使腹部凹陷。重复第3和第4步，每分钟进行2至3次。以上步骤持续进行约30分钟。如果时间紧张，进行10至20分钟也能有效果。这个方法非常简单，淋巴呼吸每天进行多次都是可以的，但最好不要在饭后立即进行，而是在饭后3小时后进行，效果尤佳。这个方法比按摩更经济、更方便，所以不妨将其作为日常习惯加入到您的生活中。接下来是第2部分，肥胖、便秘、水肿等，这可能都是淋巴的问题。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详细探讨淋巴液在我们体内所起的作用。淋巴这个词源自拉丁语，意为清澈的水。顾名思义，通常的淋巴液是略带黄色的透明液体。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淋巴液在体内发挥的作用已经大致明了，同时也发现，淋巴的作用远比之前所认为的重要得多。淋巴液的流动源头是充满在细胞周围的组织液。我们体内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所需的水分和营养素是通过血液供应的。但这些红色的血液并不会直接将营养送达细胞，相反，细胞浸泡在从毛细血管渗出的血液液体成分中，并从中吸收营养。这种渗出的血液液体成分就是组织液。细胞从组织液中吸收营养的同时，也将废物和二氧化碳释放到组织液中。这些废物会被毛细血管迅速回收，但并不是所有废物都会被回收。通常10%到20%的废物，有时甚至更多未被回收，残留在组织液中。
回收这些残余废物的任务是由毛细血管周围的毛细淋巴管完成的。这样，从组织液中回收并进入毛细淋巴管的液体就是淋巴液。到此为止，可能会有人觉得，淋巴液只是起到回收血液未能回收的废物的辅助作用。然而，淋巴液的废物回收功能并不是辅助性的，而是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系统。与毛细血管不同，淋巴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可以根据所运输物质的大小来改变自身的粗细。淋巴管不像血管那样有着坚固的结构，而是像细长的橡胶气球那样柔软且薄弱。因此，像白细胞这样的大型物质不会通过血管，而是通过淋巴管在体内移动。正如您所知，免疫系统是用来发现并排除体内异物的机制。这里所指的异物不仅包括最近广泛传播的新冠病毒和各种细菌，还包括死亡的细胞和发生变异的组织。因此，如果免疫系统足够活跃，癌细胞这种发生变异的细胞也会被识别并处理掉。而我们体内免疫功能的核心是白细胞。白细胞不仅存在于血液中，在淋巴液中也有大量存在。淋巴液中的免疫细胞包括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淋巴细胞会随着淋巴液在体内巡逻，一旦发现异物，便通过各种方式将其排除。因此，增强免疫力的一个关键在于日常保持良好的淋巴循环。良好的淋巴流动意味着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会频繁地在淋巴系统中循环，从而增强免疫力。此外，淋巴液还有稀释毒素的作用。大家都有过被蚊子叮咬或烧伤后出现肿胀和水泡的经历吧？这是因为当组织受到毒素或高温侵袭时，淋巴管中的组织液渗出，用水分稀释毒素，将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这是一种自然免疫反应。至此，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淋巴液的功能。那么，如果淋巴系统受损，会发生什么呢？淋巴流动不畅的典型症状是浮肿。谈到浮肿，大家往往会想到面部或手脚的浮肿，但实际上，浮肿可以发生在身体的任何器官中，尤其是大肠。它通过从消化物中吸收水分来形成粪便，所以大肠壁很容易积水。这些积聚在大肠壁的水分通常会通过淋巴系统被回收，但如果淋巴流动不畅，大肠就会出现浮肿。这种大肠浮肿也被认为是引发便秘的一个原因。其次，肥胖可能与淋巴系统的功能不良有关。淋巴系统在体内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排除多余的液体和废物，包括脂肪代谢的产物。如果淋巴流动不畅，体内的废物和液体可能无法及时排出，导致水肿和体重增加。此外，淋巴液循环不良可能影响脂肪的正常代谢，进而导致脂肪堆积，引发肥胖问题。最后给大家补充一些要点。要点一，除了淋巴呼吸外，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以及平时进行腹式呼吸等方法也可以促进淋巴流动。要点二，为了通过肌肉蹦动来流动积聚在双腿的淋巴液，爬楼梯、使用压力袜、游泳、骑自行车和伸展运动都是有效的方式。要点三，大声笑或者在卡拉 OK 唱歌可以刺激腹肌，有效地促进乳糜池中积聚的淋巴液流动。希望大家都能意识到淋巴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